你每天搭地铁，最怕的通常不是挤，是突然停。因为地铁稳不稳，决定的不是体验好不好，而是你要不要替系统承担风险。最近，新加坡地铁给出一组很硬的数据，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也就是 MKBF， 做到250万公里，列车服务准点率 99.32%， 而且多条地铁线连续7个月没有出现超过30分钟的重大延误。这个数字听上去像工程报告，但翻成日常语言就很直接了。少一次故障，不只是少一次抱怨，可能就是少一次迟到扣薪，少一次转车失败，少一次孩子放学没人接，少一次诊所预约作废。早上7点45分在 Jurong East 换线，大家会看手机，但不会一直盯着站台发慌。下班从 Raffles Place 回祖屋，晚餐、补习、接送时间为什么敢排得这么紧？本质上也是因为多数人默认车会来。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讲地铁有多稳，我们要拆的是新加坡为什么能把通勤的不确定性压得这么低？你最在意的通勤风险是什么？也可以留在评论区。先把背景放回普通人的生活里看，新加坡很多人的一天其实是靠一条很紧的时间链撑住的。早上从 HDB 下楼，走到巴士站或者 MRT 站，转1到2次，到办公室、工厂、医院或者学校。下班以后，再把这条路反着走一遍，中间还可能插着接孩子、去诊所、买菜、补习或者夜班交接。这里最怕的不是人多，而是整条链突然断掉。因为在新加坡，多数家庭没有一辆车可以随时补位，扣、车贷、停车费、ARP 这些成本叠在一起，私家车对很多工薪阶层来说不是兜底方案，而是另一种财务压力。也就是说，公共交通一旦失灵，代价不会停在站台上，它会直接落到个人身上。你可能迟到，被主管记住；你可能错过学校接送时间；你也可能因为预约失效，要重新排几周。对，住在 Punggol、Woodlands 这类跨区通勤的人，这种影响更明显。特别是新移民、试用期员工、轮班工作者，本来缓冲空间就小，一次延误就可能把整天打乱。所以新加坡交通的可靠度从来不只是交通部门自己的成绩，它其实是一种社会信任。大家敢把出门时间压得比较准，敢把会议、看诊、接送排得很紧，是因为默认这套系统大多数时候会兑现承诺。你每天单程通勤多久？如果地铁突然晚30分钟，最先被影响的是工作、家庭还是预约？也可以留言说说。下一段我们就看这种信任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很多人看到地铁出问题后恢复得快，就会觉得系统厉害，是因为抢修能力强。其实真正成熟的轨道系统，重点不是出了事怎么救，而是尽量别让故障进入乘客视野。这里先讲清楚一个词 MKBF， 也就是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意思很简单，每发生一次会影响服务的故障之前，列车平均已经跑了多少公里。这个数越高，代表系统越稳定。新加坡这次做到250万公里，重点不在于某一天特别顺，而在于它说明很多潜在问题已经在变成乘客可感知故障之前被处理掉了。怎么做到的？第一是维护重心前移，轨道、供电、信号、车门、转折器，这些都不是等坏了再修，而是按周期、按状态、按风险去检查、保养和替换。你白天看到的是列车照常发车，背后其实是夜里收车后的持续检修。第二是把数据放到台面上， LTA 长期公开可靠度和延误统计，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数字一旦持续公开，系统就不能靠一句整体正常带过。第三是复盘机制。新加坡经历过几次受关注的地铁事故后，并不是整顿一次就结束，而是通过技术审查、标准更新，再看执行有没有把问题压下来。也就是说，它不是靠一次大修翻身，而是把每一次问题都变成下一轮升级的依据。对普通乘客来说，你不会知道昨晚哪个组件被提前换掉，但你第二天能准时上车，这就说明治理已经发生了。你觉得一套交通系统更重要的是出事后恢复快，还是尽量别出事？
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250万公里是整个系统的平均表现，不等于每条线、每个阶段都一样稳。尤其像汤东线这种较新的线路，公众感受和系统真实状态之间经常会有落差。原因很简单，新线路不是建好、开通就自动成熟，它还要经历一段稳定化过程。设备要联调，信号要磨合，控制中心和乘务团队要熟悉节奏，接上其他线路后，换乘和发车节奏也要重新校正。所以乘客看到的是新站很漂亮，车厢很新，但后台其实还在持续调参数、修细节。这个判断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容易拿个别体验代替整体结论。某天在新线遇到延误，就觉得整个系统退步了。其实老线和新线面对的是两类不同问题，老线更多是老化和更新改造，新线更多是整合和稳定化。新加坡的难点就在这里，它不是只守住旧系统，而是要一边维持既有线路可靠，一边继续扩线，把新线慢慢带到同样标准。所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稳，不能只看某一条线某一天顺不顺，而要看它能不能在扩张中依然把整体可靠度守住。就目前公开数据看，这件事它做得不轻松，但确实做出来了。如果把地铁只看成交通工具，250万公里这件事其实会被低估，它真正改变的是整座城市对时间的预期。对个人来说，最直接的收益不是今天做得更舒服，而是你不用为了防一个不确定的故障，天天多预留很大的缓冲时间。长期下来，这等于把时间还给普通人，少打几次车，少错过几次会议，少因为迟到影响主管判断，这些都是真实收益。对那些一天要赶2份工，或者兼职和正职之间要衔接的人，这种可预测性尤其重要。对家庭来说，稳定更关键。新加坡很多家庭是双职工，孩子上学、老人复诊、补习接送、家庭采购都是按时间表运作，交通可靠，整个家庭才排得下去。对城市来说，可靠度更像基础秩序，企业可以更稳定的排班，学校和医院可以更准时的衔接，零售和服务业的人流也更容易预测。这就是为什么地铁可靠度不只是交通问题，它其实是城市运行质量的一部分。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满，可靠度高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拥挤度、跨岛通勤时间、无障碍体验、极端天气下的韧性，还是公众持续关心的重点。还有一个现实提醒是，不同系统难度并不一样。比如轻轨的可靠度水平就和地铁主干线不同，这说明线路类型、设备条件、运营环境都会影响表现。所以更成熟的看法不是把新加坡交通神化，而是承认它已经把最关键的一件事做得很扎实，让大多数人敢把自己的日常安排建立在公共交通会兑现承诺的前提上。这种信任一旦形成，就是城市很重要的资产。你最希望下一步改善的是班次、拥挤度、无障碍，还是跨岛通勤时间？也可以在评论区说。所以250万公里无故障，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新加坡地铁很稳，而是它提醒我们，一座城市的稳定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长期投入，需要把不好看的数据公开出来，需要承认新线路会磨合，也需要在每一次问题之后认真复盘。最后，这些制度安排都会变成普通人很具体的生活感受。今天能不能准时到公司，孩子能不能准时接到，预约会不会白跑一趟，背后都和这套系统有没有把风险压低有关。如果你住在新加坡，或者正准备来这里生活，其实可以把交通可靠度当成观察这座城市的一把尺。它不只是方便不方便，而是这套公共系统值不值得你信任。如果你看到这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新加坡交通下一步最该改善的是什么？是拥挤度、换乘体验、跨岛时间，还是轻轨稳定性？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种和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新加坡政策与热点解析，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